一个工人在沙子里发现几枚神秘的怪蛋，心想这东西肯定值不少马内。确定周围没人后，他迅速拨开沙子，接着小心翼翼地将怪蛋抱起。可刚准备离开，却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。他惊恐地回头查看，结果下一秒，就这样，一个200多斤的胖子被硬生生拖入海中。到了傍晚，工头见工人迟迟未归，便来到海边寻找。可此时工人早已消失不见。而就在另一位工人开门准备出去时，工头突然出现在门前，双手还被什么东西吊着。还没等反应过来，工头突然摔倒在地。男人见状连忙上前查看，突然屋顶一条触手窜出，将男人瞬间拽走。当妻子追出来时，男人已经消失在了黑暗当中。惊慌的妻子赶紧躲进房屋，关上所有门窗。这时房间里突然传来异响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壁炉烟囱上面发出的。他只好壮着胆子试图关上烟囱阀门，突然第二天，一个老头在海里捕获一种神秘生物，它不但样貌奇特，还会向人吐口水。老头决定将怪物带回家里，放入浴缸养了起来。到了晚上，老头来到浴室查看，结果发现笼子已经被撕开一个大洞，而里面的怪物早已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一个怪蛋。老头脱下帽子开始四处寻找，这时镜子上的不明液体吸引了他的注意，而就在他抓起来一看时，后面突然传来异响，他猛然回头，墙上竟然出现一条长满触须的怪物，墙上突然出现一只诡异的章鱼怪。还没等老头反应过来，那怪物突然伸出60米的大舌头，狠狠呲了过去。老头痛得破口大骂：“你妹的！”那怪物听后顿时怒了，扑哧一下扑到老头身上，开始疯狂吸血。可老头也不是吃素的，一把将怪物按倒在地。第二天，老头将此事告诉了佛波勒大才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随后几人带着怪物尸体找到了生物学家阿伟，通过分析发现这是一种外来物种，它们依靠吸血和水源存活，而且攻击力极强。现在这条已经怀孕，说明还存在一只雄性，如果不彻底消灭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老头连忙带大家来到捕获怪物的地方，很快就在附近找到了一堆怪蛋。当务之急得赶紧找到那只雄性怪物。这时一旁的山洞吸引了他们的注意，大才二人决定进入探索，发现里面竟然还有另一个出口，直接通向大海。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嘶吼声，转身一看，眼前的一幕瞬间哑巴呆住。只见一个巨大的章鱼怪出现在眼前，两人吓得转身就跑。慌乱中，小美不慎被卡住大腿，危急关头大才猛然一推，这才成功逃了出来。而那怪物因洞口太小，被卡在了里面。随后几人再次来到实验室，为了防止雄性怪物找过来，决定将雌性怪物烧成灰烬。可刚点着火，就触发了喷水装置，火焰被瞬间浇灭。几人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，可下一秒，那怪物突然窜起，紧紧吸附在大才脸上，开始疯狂吸血。大才痛得用船桨猛拍脑袋，但却无济于事。最终在小美与阿伟合力拉扯下，这才将怪物扯了下来。那怪物在吐出一口鲜血后，就原地倒了过去。愤怒的三人见状，冲上去对着怪物一顿猛踹。就这样，怪物被硬生生踩成了肉饼。晚上，小镇居民正举行一场狂欢派对，却不知一群怪物趁着暴雨正在悄悄靠近，地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。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，那怪物突然一跃而起，扑到男人脸上开始疯狂吸血。一旁的佛波勒听到惨叫声，连忙上前帮忙。小美对着小可爱就是一顿乱踹，大才则使出吃奶的力，将怪物从男人脸上拽了下来。可就在准备离开时，大才突然愣住了。男人顺着眼光望去，见到眼前的一幕也瞬间傻眼了。只见一只巨大的章鱼怪扑了过来，还没反应过来，突然一条触手伸出，瞬间将男人拉了过去。随后怪物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将男人吞入腹中。惊慌的两人赶紧躲上汽车，准备驾车逃离，可车子却无法启动，章鱼怪很快就追了过来。慌乱中，大才不小心拉响了警报，没想到声音却让怪物停止了攻击。两人趁机赶紧逃命，刚逃出来，汽车就被章鱼怪砸成了铁饼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喝多的小伙听到声音走了出来，他不顾阻拦，直接走到怪物面前，拿出相机给怪物拍照。这让怪物顿时有点懵，但送上来的肉哪有不吃的道理？张开巨口准备来个一口闷，可小伙浑身酒气，实在下不去口。这下小伙更得意了，这能忍？两人吓得连忙躲进房屋，可此时小镇居民都聚集在这里，怪物一旦攻进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只有将怪物彻底消灭，大家才能真正安全。小美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用挖机将怪物吊起来，等太阳出来就可以将其晒死。大才也表示赞同，说干就干。随即两人找来一辆汽车，将怪物一路引到挖机的地方。大才决定兵分两路，小美去开挖机，自己则吸引怪物的注意。
可很快就跑到了尽头，眼看怪物就要追来，大才小心走上断桥，奋力一跃跳到对面。这时怪物已经追了过来，大才想用地下的油桶炸死怪物，可是还没等出手，那怪物突然伸出触手，一把将大才拉入坑底。眼看怪物就要逼近，就在这时，小美开着挖机赶了过来，她一个猛加速直接对上怪物，接着将怪物推下坑底，死死压住。大才趁机爬了上来，小美掏出大才身上的信号枪，对着坑底的汽油桶互斥一枪，只见轰隆一声，那章鱼怪瞬间变成了铁板烧。很快小岛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海边还有几枚怪蛋，恐怖的章鱼怪不久后将会再次破蛋而出。在海边玩耍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电影到此结束，我是才哥，喜欢的朋友给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。